最近是有几个心得啊，其中一个就是说，我想要先改善自己，就是边走边聊，或者是呢边读经典边聊的这种影片类型，先把这部分的内容做得更好一点。因为对于像我这样子，因为我们也要工作，然后比较忙碌的情况下，如果又要日更的话，因为我是要求自己要每天上传一部影片嘛，把它当成我一种修行的量化的指标，量化的功课，就像以前每天念佛一样，只是转换一种形式。那其实对我来说呢，这种边走边聊的影片呢、它要剪辑起来的话，相对来说是比较快的。如果说最初剪的话，就是把一些冗长的不必要的片段去掉之后呢，上个字幕，上字幕也是 AI 上的，我只需要改个错字，然后呢，简单配个音乐，设计一下标题和缩图，然后把内容重点回顾一下，简介一下，这样子最简单的影片就可以发布了哈。那最近的话，我想要更进一步优化这样子一个内容的表现形式。那为什么会想要优化呢？当然就是因为有研究了相关的这些演算法、大数据等等东西，就是发现说呢，其实啊，第一个，因为以前的影片比较没有经过训练和专业的指导，所以说，呃，很多的影片开头的前半分钟到1分钟呢，内容品质比较差，那就会变成说很多人点进来就会马上关掉哈，就是前1分钟的留存率太低，那这个是演算法的一个指标哈。如果说前1分钟的留存率高，就代表说你的标题、缩图跟你的内容对应性是比较强的。那观众呢一点进来看的时候，他也觉得说这就是他想要看的影片，所以他就不会把影片关掉。这种对应性比较强。那如果说他看了一下就关掉，代表说虽然标题和缩图吸引了他，可是呢，点进来看之后，发现这个影片并不是他有兴趣想要看下去的内容，他就会关掉了。所以说，第一个优化的重点就是前半分钟和1分钟的部分。再来呢，最近呢，我犯了一个错，而从这个错误当中，我也学到了很大的经验。就是说我上传了一个视频呢，是纯粹是读经典的一小段，没有语音的文字，我也没有做简介，也没有上外挂字幕。结果呢，因为演算法对于佛经它不太懂嘛，变成说这个影片上传的前面1个小时都完全是零曝光，就是完全没有曝光。那我已经知道说，演算法它会根据呢它对你视频的了解呢，它一开始会先尝试的推广和展示，就是曝光给一些他认为有兴趣的人。那他怎么决定说要曝光给谁呢？其实呢，这个就是根据呢我们的包含字幕，包含我们的语音，包含前1分钟内容啊，包含我们的标题和简介等等等等的讯息呢，他去判断你的影片内容来去做初步的曝光。那我这个影片呢，为什么会零曝光呢？我就开始在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用眼耳鼻舌身意来跟外界沟通嘛。那我就开始想象说，AI 的演算法，它的眼睛有哪些，它的耳朵有哪些，就是它有哪些途径去了解你的影片是什么内容的，它要如何判断你的影片要推广给谁。
那这个部分呢，我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后来呢，我就想到其中一个关键，估计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语音，因为 AI 可能可以针对你的语音做辨识。那我的视频刚好是没什么语音的，因为只有读经的读原文嘛。那读原文的语音他又听不懂。那没有语音的情况下呢，那他就会透过那个外挂字幕来做辨识。可是刚好我也没上外挂字幕，然后我影片的简介也是没写什么内容，那我的标题也没写什么内容，写的都是佛经的东西，所以变成说演算法所有的眼睛和耳朵，他弄不懂我的影片是什么内容，以至于他不知道要把我的影片推广给谁。因此呢，我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说，我就帮我的，因为我看到 YouTube 上面有一些无语音的视频，就是我看到一个家庭主妇的 Vlog 频道，他就是做的是无语音视频，他的影像都是他生活当中的各种片段，包含他烹饪啊、做家事、整理环境等等。那他是没有语音的。那 YouTube 的演算法铁定看不懂他的画面，那又无语音嘛。但是呢，他做这个家庭主妇的 YouTuber 有100多万订阅，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帮他的影片呢上了17国语言的外挂字幕，所以说他的画面是家庭生活，是每个国家人都看得懂的。然后他又无语音，所以他没有语言的问题。再来，他用17国语言的外挂字幕，所以说，比方说他是韩国人，那个家庭主妇是韩国人，可是我们是我们使用的是中文，可是我点进去看的时候，我看到的全部都是中文，所以说我也看得懂他影片的内容是表现什么。那我就想到了这个家庭主妇的影片，我就呢帮我这个零曝光的影片上了学他一样上了17国语言的外挂字幕。我就参考他的17国语言上了外挂字幕。那外挂字幕上去之后呢，不到半个钟头的时间呢，我的影片就开始曝光了，开始有展示量，开始有观看量了。所以说，从这个经验就告诉我说，就让我学到很大的经验。因为呢，我们小频道啊，有人研究过哈。你的小频道因为订阅数比较少，那所以说你初期的曝光量呢的这个额度也比较少。因为呢 YouTube 的演算法，它首先它是曝光给已经订阅的用户，再来呢根据呢已经订阅的用户观看影片的反应，它来判断这个影片好不好。就像我说的，有2个指标，第一个，这影片点开来之后，是不是他们喜欢看，继续看下去，还是说他们很快就关掉影片？第二个，他继续看的情况之下呢，他看了多长的时间，就是观看时长。所以说，留存率还有观看时长这2个是最大的指标，它决定了你的影片是好还是不好。就是在演算法的眼中，你的影片是好还是不好。所以说呢，初期小频道为什么不管你的内容做得再好，都不容易有大量的曝光，就是因为小频道，比方说你只有几十个人订阅、100个人订阅，那你初期的曝光量铁定很小，所以它不可能一下子就有很多人看。但是呢，如果你影片的内容做得很好，留存率高，而且呢观看时长有长，那 YouTube 的演算法呢，从你的已经订阅的用户当中发现，你的影片反应不错，它就会呢继续帮你把影片呢去推荐给更多的他觉得可能会感兴趣的人。那如果更多的人呢，他看了你的影片之后，同样的他的续看率、他的观看时长反应也很好的话，那演算法呢就会继续再把你影片的内容推广给更多的人。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大原则。那有了这样的背景知识呢，之后呢，我也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知道跟做到之间呢是
没有办法马上的，知道这个概念，但是你要把影片做到说留存率很高，还有观看时长很长，这并不是马上能够做到的。所以说，我也领悟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从知道到做到最快的捷径到底是什么呢？你们觉得是什么呢？其实我发现，从知道到做到最快的捷径呢，终究还是要去犯错，要去行动。换句话说呢，并不用急着说改变自己影片的形式，或是说拍摄的形式是什么。最主要的就是说，我先把自己最擅长呢、最能够掌握的一两种拍摄形式呢，把它优化到更好。比方说呢，像我现在来说，我的影片的前半分钟、1分钟的留存率可能，比较差的就是只有30%左右，30到40，比较好的可能50到60。但是我听人家说呢，比较好的影片，它前30秒的留存率至少要75%。换句话说，10个人点进来，至少要有7个人他继续往下看，那表示说它的缩图和标题和内容是有对应的，所以说他会继续往下看。那接下来就是观看时长了。我大部分的影片观看时长可能都2-3分钟而已，2分多钟而已。比方说，一个影片如果我是10分钟的影片，那如果我最后看到最后的人只有20%的话，那就换算起来，平均观看时长就是大约2分钟而已。那我大部分的影片观看时长都2-3分钟而已，少部分比较好一点的影片，观看时长有5分钟到8分钟。那站在 YouTube 的角度的话，他当然希望说，他的影片能够，观众能够更长的时间留在 YouTube 上面看影片嘛，所以观看时长是越长越好。于是呢，我就想说，我先就自己目前已经，基本上能够运作的拍摄形式哈，就是边聊边走边聊啊，还有说在家里的时候就是边读经边聊嘛。我先把这种简单的拍摄形式呢，先熟悉一点，然后呢，剪辑各方面做好一点。那我的目标呢，就是说提升单一影片的数据，就这2个数据，第一个是留存率，第二个就是观看时间长。我先呢让自己不断进步呢，我就用这样的目前既有的拍摄形式，但是改善留存率还有观看时长。那从这2个方面下手呢，慢慢的提升自己，这样子，我们就不着急说，观看量啊，还是说订阅数啊怎么样的，都先把基本每个影片的数据和内容做好，